大家好，我是 Kevin。你知道吗？就在过去48小时，华尔街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通这三大投行的 CEO 竟然罕见地同时发出警告，呼吁投资者做好10%到15%的市场回调的准备。更震撼的是，大空头原型 Michael Burry， 那个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精准做空的长期人物，已经开始压住英伟达和 Palantir 下跌。与此同时，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悄悄创下了73年历史最差纪录。这个数据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糟糕，比1970年代大滞胀时还要恐怖。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要揭开一个被 AI 繁荣掩盖的真相：为什么聪明钱突然开始恐慌？为什么美国经济正在走向一个致命的死亡螺旋？如果你手里持有科技股，接下来可能会改变你对市场的整个认知。我们先看今天市场的阵中 AI 板块。11月7日这天，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暴跌 1.9%， 科技股精选 ETF 下跌 2%。但更值得警惕的是 ，VIX 恐慌指数盘中飙升超过 8%， 这是市场恐慌情绪的直接体温计。领跌的都是谁？今年最坚挺的 AI 基础巨头，英伟达单日暴跌超过 4%， Palantir 本周累计跌幅已超过 11%， 甲骨文也下跌 3%。这让纳斯达克正在经历自今年2月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交易周。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正常的获利了结吗？ AI 股票涨太多了，回调很正常啊。但这次完全不一样。过去48小时内发生了3件不寻常的事，它们同时引爆了这场信心危机。第一个导火索，华尔街三大巨头的集体警告。摩根士丹利 CEO Ted Pick 公开表示，投资者应该欢迎一场10%到15%的市场修正。高盛 CEO David Solomon 更直白地说，科技股的估值已经满了。注意，他用的是 full 这个词，意思是没有上涨空间了。在此之前，摩根大通的 Jamie Dimon 也警告过市场将面临重大回调。当华尔街最有权势的3个人异口同声警告是风险时，你必须高度重视。第二个导火索，大空头的入场。今天披露的持仓文件显示， Michael Burry 那个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做空获利的长期人物，已经建立了对英伟达和 Palantir 的看跌期权头寸。换句话说，他在压住这2家 AI 明星公司会下跌，这给了所有空头一个高调的精神领袖，市场的情绪瞬间被点燃。第三个导火索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OpenAI 的资金风波。OpenAI 的首席财务官 Sarah Frier 在一场峰会上发言时暗示，政府应该为公司庞大的 AI 基础支出提供担保或者后盾。这句话瞬间引爆了华尔街。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AI 的万亿级别迎头，在商业上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最后 OpenAI 的 CFO 本人和 CEO Sam Altman 都紧急在社交媒体上辟谣，说他们不要政府担保，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了。你要知道，根据报道， OpenAI 承诺的 AI 基础投入高达 1.4 万亿美元，这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 GDP。 我的观点是什么？今天 AI 板块的这场抛售，核心不是 AI 技术自身发生了问题，而是 AI 的经济账算不过来了。2025年以来，整个 AI 板块的估值模型建立在一个无限资本、无限支出的疯狂假设上。市场默认 OpenAI、Google 和 Meta 会无限制地购买英伟达的芯片。但 OpenAI CFO 的政府担保言论就像那个戳破了皇帝心意的孩子，他暴露了一个事实：AI 的基建成本已经高到连 AI 的领头羊自己都开始担心钱从哪儿来。如果连 OpenAI 都无法在商业上独立支撑这笔销开，那英伟达未来的芯片销售神话还能持续吗？这根本不是技术回调，而是聪明钱在昂贵叙述崩溃之前抢先夺门而出。那聪明钱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恐慌呢？因为在 AI 盛宴之外，美国实体经济正在一种惊人的速度崩塌。接下来这组数据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今天的第二个关键故事，关于我们一无所知和我们知道的都糟透了。由于美国政府停摆已经进入第38天，创下了历史最长纪录。负责发布经济数据的劳工统计局和商务部
都处于关门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是1月7日本应发布的10月非农就业报告第二次缺席了。我们也没有最新的通胀数据 CPI 或 PCE， 整个华尔街和美联储都在蒙眼开车。分析师们形容这是在黑暗中摸索，美联储则在迷雾中飞行。在官方数据缺失的真空中，我们被迫转向私营部门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就是今天故事的第二部分，恐怖的私营报告。第一份 Challenger 裁员报告。根据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公司的数据，美国雇主在10月份宣布的裁员人数飙升至153074人。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同比猛增了 175%， 是自2003年以来最糟糕的10月。2025年迄今的裁员总数已超过110万，这几乎是2008到2009年金融海啸时期的水平。更可怕的是，企业给出的裁员理由、削减成本和人工智能的采用。你看到了吗？ AI 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摧毁就业。第二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11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暴跌至 50.3， 非常接近2022年6月创下的历史最低点 50.0。 但这还不是最惊悚的。当数据挖深一层，我们看到分项数据，当前经济状况指数暴跌至 52.3， 这是该调查自2015年开始73年历史中的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让我再说一遍，美国消费者对当下的财务状况感受到了73年未有之痛，这是2025年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点，没有之一。它无可驳辩地证明了，在英伟达股价高歌猛进的背后，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来说，经济现在就已经崩溃了。而这场创纪录的政府停摆不再是一个政治新闻，它成了压垮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密西根调查的主管明确指出，信心暴跌的原因就是消费者对政府停摆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表示担忧。现在，请你把这两份私营报告联系起来看。Challenger 说，企业因为 AI 而裁员；密西根镇说，普通人对当下的财务状况感知到了73年未有之痛。这形成了一个致命的闭环。股市的救世主 AI 正在成为实体经济的终结者，因为 AI 导致失业，而这种失业反过来又制造了73年来最糟的消费者。你现在明白为什么 AI 股票会崩了吗？这种 AI 富翁和失业平民的极端分化，在接下来两份财报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这是今天最具起码的一个部分。今天的第三个关键故事来自两家公司的财报，他们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在线旅游巨头 Expedia 财报发布后，股价暴涨了 17.5%。为什么？因为它的第三季度业绩碾压了华尔街预期，每股收益 7.57 美元，远超预期的 7.95 美元，营收 44.1 亿美元，高于预期的 42.9 亿。公司表示，业绩强劲是因为强劲的国内旅游需求和改善的需求环境。听起来很美好，对吧？美国经济一片繁荣。慢着，我们再看另一点，支付公司 Block， 也就是以前的 Square， 股价暴跌了近 11%。为什么？因为它的第三季度业绩全面不及预期，每股收益仅 0.54 美元，远低于预期的 0.63 美元，营收 6.11 亿美元，低于预期的 6.3 亿美元。这反映了它所服务的小商家 Square 部分和普通人点对点支付 Cash App 业务的生态正在快速走弱。这就是两个美国最真实的写照。使用 Expedia 预订昂贵假期的人和使用 Block 的 Cash App 来回倒腾几十美元的人，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中。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密西根报告吗？报告中特别指出，在所有人群信心都在降低的同时，唯一一个信心上涨的群体是那些持有最多股票的家庭。你现在彻底懂了，谁是 Expedia 的客户？就是那群持有股票、资产膨胀还在预定高端旅行的富人，他们是两个美国中生活在火的那一半。谁是 Block 的客户？他们是使用 Cash App 的月光族，是经营小型实体店的穷人。他们就是那群在73年来最糟的数据中挣扎的人。结论是什么？市场一直忽略了 Block 经济的崩溃，因为它被 Expedia 经济的强劲和 AI 狂热的噪音赶盖了。
但今天的数据证明 ，Block 经济的崩溃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它不再能被忽视，它开始威胁到整个系统的稳定了。好，重点来了，接下来我要把今天所有的线索串起来，揭示这场危机背后的真正的死亡螺旋逻辑，这是整期视频最核心的部分。现在我们把今晚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 ，AI 崩盘、数据黑洞、冰火财报。过去整整1年，市场一直在玩一个冰与火之歌的游戏，一边是 AI、英伟达和华尔街的火，另一边是实体经济、制造业和蓝领工人的冰。华尔街的假设是 AI 的火足够旺，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可以完全无视冰的存在。就像一位分析师说的 ，AI 在掩盖其他地方的疲软。直到今天，3件事同时发生了。第一，政府停摆制造了数据黑洞，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迷雾。第二，在迷雾中，投资者拼命寻找方向，却只抓到了2份恐怖数据。Challenger 的衰退级裁员和密西根的73年历史最差消费者。第三，同时发生的是 OpenAI 的 CFO 自己承认 ，AI 的火可能需要政府的后盾才能继续烧。这就是今晚的关键时刻，实体经济的冰，那个73年最差的消费者，终于蔓延到了华尔街。聪明钱突然意识到 ，AI 的火根本不是自给自足的。想想看。当实体经济的消费者连当前财务状况都创下了73年新低的时候，他们拿什么来为这场万亿级别的 AI 革命和英伟达的芯片买单？这就是为什么 AI 股票今天崩了，不是因为 AI 技术没用，而是在实体经济的废墟上根本撑不起 AI 这个昂贵的未来。2个美国的叙事在今天正式破产了。好了，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晚的逻辑前条。第一 ，AI 的无限叙事终于撞墙了，因为连 OpenAI 自己都承认需要政府担保。第二，它撞上了一个73年最差的消费者和一个彻底撕裂的财报季。第三，政府停摆的数据黑洞是催化剂，它放大了市场的恐惧。但这就是我们 FineLab 认你的好消息。你没听错，今天所发生的不是一次恐慌，而是一次定价。过去几个月，市场一直在迷雾中盲目地追逐 AI 的叙事，同时故意无视实体经济的疲软。今天，这个被忽视的风险终于被摆上了台面。2个美国的背离从来都是不可持久的。今天的抛售是市场回归现实的第一步，风险不再被隐藏，它被公开了。而只有被公开的 risk 才是可以被管理的 risk。所以，我们的结论并不悲观，恰恰相反，当无敌的叙事破灭时，真正的投资才刚刚开始。AI 的炒作迷雾和停摆的政治迷雾正在散去，露出了真实的经济版图。这个版图是撕裂的，而理解这种撕裂，知道一家公司像 Expedia 那样服务于火，还是像 Block 那样服务于冰，就是未来几个月最核心的投资策略。记住，市场永远在波动，但真正的投资者会在波动中寻找秩序。理解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你就不会在黑暗中摸索，你就有了一张地图。这就是我们 FineLab 存在的意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怎么看这场 AI 股票的暴跌？你认为2个美国的撕裂会继续加剧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分析有深度、有帮助，请一定的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的深度报报。更多财经干货，记得关注 FineLab 财研社。我是 Kevin，我们下期再见。